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雅。说到日本公司，你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日本公司最大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稳定。是这样的，在日本，只要是传统的日本的企业里面，他们呢其实都遵守着一个叫做終身雇用，就是终身雇佣的这么一个制度。其实这是在日本那时候为了要让他们经济成长，所以他们采用的一个制度。你如果被这间公司录取的话呢，基本上只要你没有犯什么错误，你都可以一直安安稳稳的做到退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可以确保这人才对公司的忠诚度。这也是为什么比较传统的日本公司都遵守这个制度。这个制度呢，也衍生出另一个制度，叫做 Nenko Joretsu 年功序列。意思就是说，依照你的年资，在公司的地位不一样，你的收入是跟着你的年资走的。就是你在这个公司待得越久，你就会升得越高，收入也会跟着增多。这个在一般的传统的日本公司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。以上的这些制度造成日本呢有这个新收资跟秋都、新卒跟中途的不同。那补充一下呢，新卒的意思是指应届毕业生，而中途呢则不是应届毕业生。关于中途呢，我在影片的后段会有更多的说明。日本呢，他们是很有趣的一个国家，我认为他们的文化也是非常保守，也很有独特性。他们大三就要开始找工作，大学大一、大二都还搞不清楚状况，大三就要开始找工作吗？在日本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在日本大三一学期一开始，大家就是拼命的要找工作。然后这样子，他们大四要升大四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知道说，他们大学毕业有哪一份工作。然后通常他们在大四那一年就会开始比较放松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也因此呢，在日本的大公司里面，他们都是一起招聘的，他们都会在同个时间对这些即将，比如说2026年要毕业的学生，针对这些学生来招聘。到那个时期，你就会看到很多日本的大学生、大三的学生穿着制服，然后在路上奔跑，为了去参加一些大公司的说明会。那些大公司他们也都是好像都说好的要一起开始这个招募活动。可能有一个学生他一天就跑了3-4场这个企业他们的说明会。然后呢，才决定说他要不要去应征这个工作。当然，他们这个是期间都是一起开始的，因此呢，通常这样的情形的话，这个企业在面试学生的时候，也都是以这种多对多的方式在面试。首先，你可能就是大三的学生呢，他去听了这个说明会，然后他喜欢这个公司呢，他就应征。这些公司呢，可能就会举办一些笔试。然后再来才会有面试，然后第一次面试、第二次面试、第三次面试这样子。这个是针对应届毕业生的一种招募活动，这个是在日本是很普遍的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终身雇佣，所以这个学生他一毕业就进入这间公司工作，然后他们就一起开始工作到他老。那当然啊，还有我刚刚说的，依照他的年资，他可能每隔几年，他公司就会给他升迁。运气好的，他比较受长官提拔的，他可能就会跟一些跟他一起进公司的人比，他可能升迁比较快。大部分在一间公司里面呢，大部分人他都会依照，比如说你这一批人他进公司大概10年了，他就会升这一批人为比如说卡卡里九，他就是有点像是主任这样子的一个地位。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科长，那下一个是部长。这样子慢慢升上去，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做得到部长啦，有办法一直升上去。比如说女性呢，在日本社会，它毕竟还是比较弱势的。女性族群呢，进入一间公司以后，她通常一阵子以后，她就会结婚，然后她就会离职。即使现在日本社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女性进入一个职场呢，她可能做了20年或30年，她都还只是停留在主任这个职位。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日本公司是这样子的。如果大家对日本公司的这些制度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看这个漫画，叫做岛根作。岛根作系列呢，是
一个长篇漫画，他是一个日本的这个漫画家，他画的，他依照一个人从好像是青年时代，就是大学还没毕业，在找工作的阶段，然后就进到一间公司，然后被升迁，然后变成主任，然后再变科长，然后再变部长，然后最后变社长，甚至他最后结束他的职业生涯的时候，他是那间公司的顾问。有没有这个漫画的题材很有趣呢？但这个真的是说明了很多很多平凡的日本上班族他的一生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到顾问，只是说这个比较优秀的人他就有机会到那里，那也是很多日本人他可能一生都在追逐的一个目标。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啦。但其实这个终身雇用的这个制度呢，在日本也有一些改变了。在2007年、8年到2010年那个时候，刚好遇到金融危机嘛，日本他们就渐渐的开始有改变。从那个时期开始，多了很多约聘工作，也多了很多派遣工作。因为很多公司他真的也意识到，他并不想要有这么多 full time 的社员，因为每一个他都要顾到他退休的那一天，他实在是负担太大了。因此，很多大公司呢，他开始不再采用终身雇用。终身雇用呢，它的优点当然就是它可以给这个上班族非常非常稳定，然后可以预期的一个工作环境。因为你想想嘛，你进入一个公司，你知道说你大概3年后或4年后你可以变成主任，然后5年后6年后你可能表现的比你一起进公司的人再好一点，你可能会变成科长，你的前途是可预测的。因此呢，终身雇用跟这个年功序列这个制度呢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好的，但是反而造成这个公司有一些冗员，就是你不进步，你不求上进，你也还是可以继续待在公司，不是吗？那也不是说每个应届毕业生他找到一个公司，他就会一直做到退休，有时候中间会决定说要转职，要换工作。那这种情形呢，他们就去求职的这个市场，这些毕业1年或毕业5年或毕业10年的，他们在去找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被称为中途。所以对一间日本企业来说，当他需要征人的时候，它有2种，一种是针对应届毕业生叫新收之採用，就是新卒采用，还有一种叫做中途采用，中途採用，就是去录取一些已经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。日本的企业其实一直都在改变，那现在的日本也多了很多 startup 这种新创的公司，那他们当然就比较不会采用这些日本以前就有的这个传统的制度。但是不论怎么样，日本人普遍还是喜欢稳定一点的工作形态，因此即使是现在，只要你不是派遣或不是这个约聘人员，通常你进到一间公司待到退休的几率是很大的。因此如果追求稳定的朋友们，真的还是可以多多考虑日本企业哦。